Nike 由始至今都是精英选手的首选品牌，从 Eliud Kipchoge 到 Kelvin Kiptum 的马拉松世界纪录都是非 Nike 莫属。在穿了100公里后，到底我的感受又如何呢？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Run Lotti John Channel。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讲解我对 Vaporfly 3 100公里后的感受。至于鞋子的基本参数和介绍，我就不多做讲解，相信大家都可以从网上得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。接下来我所讲的呢，都是纯属个人的感受，这集影片也没有任何的 sponsor，Nike 也没有 sponsor 这双鞋给我，所以有什么好的我就会讲，有什么不好的我也是会照讲。首先我们来说说它的外观。说真的，在这个 Vaporfly 3刚推出不久后，这双鞋的外观真的是很好看，尤其是这个 Eliud Kipchoge 的 version， 它的配色简直是太美了，是由白色配红色。到今天为止，我每次拿它出来比赛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它非常的帅，非常的美。这双鞋子的中底呢，也印上了一个 tagline 叫 No Human is Limited， 这个是 Eliud Kipchoge 的 tagline 哦，就是没有人类是应该被限制的。不得不说 Nike Vaporfly 3它这双跑鞋是非常的轻，刚刚我在量的时候是大概是202 gram 左右而已。因为它用的是 Zoom X 的这个 foam， 所以它非常的软和弹，所以你穿在脚上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。相比起我其他的跑鞋呢，大概有些是240、250，如果是缓震跑鞋呢，可以去到280 gram。因为我是穿 UK9， 所以是算比较大双的鞋。这双鞋呢，我已经穿了100公里，大概有穿了4场的 Half Marathon 跟1场的10 km 的比赛。通常我是拿它来做比赛，很少会拿它穿来训练的。另外一个感受呢，就是这个鞋面非常的透气，然后你在穿21 km 的时候，基本上我没有脚热的问题，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么炎热的天气下。在这一代的 Vaporfly 3呢，我觉得 Nike 已经改进了，就是在 Vaporfly 2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鞋面跟鞋底脱落的问题，可是在 Vaporfly 3 so far 我是没有什么看到有这一方面的问题。我相信 Nike 在这方面也改进了许多，然后我在穿了100公里后，我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掉底的问题。然后这双鞋的鞋头是偏宽的，然后我买这双鞋的时候，我是买小半号。基本上我之前买的跑鞋呢是 9.5 UK， 可是我这双呢，我买的时候呢，我就只是买9 UK， 因为那时我在实体店试穿的时候呢，我觉得 9.5 有点太宽松，建议大家先去实体店先试一试它的那个 toe box 哦，看还有很多位。我的袜子是今天是穿红色的。这双跑鞋呢，它下面是有一个碳板的，然后我觉得它的推进力是非常的强劲。每次在比赛的时候，我在穿这双鞋的时候，我可以发现它给我的那个 energy return 是非常的好，尤其是在4分多配速的时候，这双鞋它给你的回馈，它给你的反弹是非常好。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精英跑者会选择它。其实，在世界各地的各大赛事当中呢，他们已经做了一些统计，穿 Nike 的精英选手呢，大概是占了5成左右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Adidas 跟 ASICS 占了大概3到4成，其余的10到20% 呢都是其他的品牌。接下来就说说这双鞋到底有什么缺点。每一双跑鞋都有它的好和它的不好。首先是它的配色，因为它是白色嘛，白色配红色嘛，它的鞋面是非常容易肮脏的。尤其我在穿了100公里后，可以发现鞋面的内侧这边就非常的肮脏了。因为我通常跑步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打脚的，就是说我这2双鞋子嘛，我在跑的时候我会不小心踩到旁边这边内侧这边，所以我的内侧这一 side 呢是非常肮脏的。第二就是它的耐磨性其实没有这么好，在我穿了100公里后，我可以发现它的鞋底呢就已经开始花了，所以它的耐磨性其实有待加强。可是我明白这双跑鞋它不是给你穿很多公里的，其实这双跑鞋应该穿差不多500-600公里就可以退休了。再接下来呢，就是一开始我说它的鞋头会比较阔，可是它来到它的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呢，它就会收窄，而且它的中间这一个中底的部分会顶高。
高，所以在我一开始穿这双跑鞋的时候，我会发现这个鞋子它会顶着我的足弓，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。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个人的感受会这样呢，还是其他人也会有面对这样的问题。如果你也是有面对顶着足弓的问题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我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因为我的脚是比较阔的，所以在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呢，在它收窄这个部分呢，会顶着我的足弓，所以有时跑21公里的时候，在跑到后面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。其实，在穿这双跑鞋，我建议大家是用前掌或者是 mid foot 来到 landing， 因为我觉得它后面的支撑性不是这么好。当你用后面 landing 的话，它会内塌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它后面的 support 会有点不足够。就是因为这样呢，所以我觉得穿这双跑鞋需要很大的肌力才能驾驭到它。如果你脚的 muscle 不够强的话呢，我觉得你穿这双鞋你会驾驭不了它，尤其是在穿半马的时候，当你的肌肉不给力的时候呢，你在跑到下半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会给你不怎么好的感受。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用前掌或者是 mid foot 来到 landing， 要不然的话，这双鞋真的是有点可惜，因为它后面的 support 不足够。就像我在我的 Hat Yai Marathon，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的 Hat Yai Marathon 的影片，你可以到我的链接上去收看我的 Hat Yai Marathon 的影片。那时我是刚受伤回来，所以我整体的表现其实也不是这么好。我在穿这双 Nike Vaporfly 3的时候呢，前半程我可以维持在43多的配速，可是在后半程的时候，当我的记忆力开始疲劳的时候，开始累的时候，顶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发现这双鞋它给你的反弹力反而更加的少，而且你也驾驭不了，因为这双鞋真的是很靠你的肌力，你的马色族群。然后再穿这双跑鞋，如果你是跑6分配速以上的，也不是很建议你穿 Vaporfly 3啦，因为这双鞋对我来说它没有这么适合跑慢，因为有时我跑完半马过后，我做 recovery run， 它会弄到我的脚有点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跑慢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给我的反弹力会打回我自己，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对我来说，它只能适合跑快，而不是跑慢的。如果你是跑6分钟以上的话，其实我不是很建议你买这双跑鞋。如果你说你穿这双鞋6分钟、7分钟、8分钟，你拿来跑20K、30K， 个人来说，我觉得不是太好啊，因为这双鞋不是 design for 你跑慢的。其实这双鞋真的是算蛮 aggressive 一下，所以你穿上去的时候，它的脚感是非常不一样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这双鞋的价位呢，其实也算是偏高啦，在马来西亚的价钱呢是卖995令吉，所以比其他的跑鞋、普通的跑鞋都来得贵一些。一双鞋1000块，然后你只能跑500、600公里，其实也是蛮奢侈一下的。总结来说，我有没有后悔买了这双 Vaporfly 3呢？答案是没有的，因为我觉得这双鞋每一个精英选手都穿过。然后，如果你想要试一试精英选手在跑步的时候他的脚感是什么感觉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。而且，如果你是跑少过5分钟配速呢，我更加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这款跑鞋，因为它给你的推进力跟 energy return 是非常的好。好啦，这期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 哦。拜拜。